一个30岁就登上讲台的元老级教授，却被学生嘲笑下课才是他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他只能愤怒地将学生赶出教室。当然，等待他的只能是真正的下课。Listen, Monk. We'd like to give you a break. 学校对于他的不负责任没有任何容忍。52岁的蒙克已过中年，重新回到起点，寻找新的彼岸。当然，此时没有人知道，他会在1年之后登上亿万创作人梦不可及的最佳创作人荣誉殿堂。对于大多数的打工人来说，离开了奋战许多年的工作岗位，未来该何去何从，成为任何人都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曾经是一个不受尊敬的大学老师，如今是一个过气老土的文字民工。于是，人生过半的他决定再一次出发，学着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从那一年夏天开始，他试着自费参加小型读书会，想象着可以向台下的读者推荐自己的新书。然而，没有人喜欢不会发光的金子，台下根本没有读者，只是主办方请来的看客。自我进阶不行，他就去向别人学习。蒙克来到畅销书作家金老师的读者会，在这里，蒙克第一次意识到作家与成功的作家的区别。金老师的会场人满为患，每一个人都拼尽全力的想要在这里汲取营养。当蒙克在现场听到了金老师著作的内容，他不置可否，他甚至觉得那并算不上文学。即便如此，金老师正享受着全世界的簇拥，而蒙克的生活却彻底陷入了僵局。他极力的消费、吃喝、旅行，但是仍然解决不了内心的焦虑。无论何种的绝境之下，总会有残存的希望。他找到了自己的医生姐姐，可是牙医治不了心病。蒙克的姐姐也只是克制不住地嘲笑着他的过往。他告诉蒙克，正是他之前出版的书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每个人的桌子都变得更加稳固。但是嘲笑你过往的人一定不会嘲笑你的现在。姐姐带着蒙克回到了乡下的家里，管家一如既往的热情，老妈也是忍不住的嘘寒问暖，似乎一切都没变。然而母亲的记忆越来越短，短到阿兹海默来袭。午夜时分，蒙克看着熟悉的电影难以入睡，不只是因为母亲的病情恶化，更是因为年过半百，母亲也已老去，自己却还未能实现自我。作为一个不知名的作家，甚至都没有了灵感，失去了继续写作的动力。第二天，蒙克焦急地找到姐姐，想要通过她多了解一下母亲的近况，也商讨一下照顾患病母亲的事情。许久未见，蒙克第一次发现，原来总是一脸严肃的姐姐突然变得乐观而幽默了起来。二人开始相谈甚欢，姐姐依旧会善意地数落着蒙克的幼稚，眼前说笑的旧人遭遇了突然的阵痛，姐姐去了冰冷的病床，冰冷的不只是病床，还有姐姐脆弱的生命。蒙克在宣读遗言的一瞬间才明白，姐姐有太多梦想没有实现，环游世界，学个乐器，做个手工。然而这些对于他来说都像是未完工的雕塑，华丽的优美形状之下残留着没有规则的粗线条。蒙克突然发现，如果还未实现自己的梦想，就一定要想办法继续试试，因为如果不努力尝试，也许自己也会在某一天碌碌无为地到达生命的终点。回到家里，蒙克告诉许久未见的弟弟，自己要继续写作，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弟弟却告诉蒙克，我们家里根本没有这么优秀的基因，让那些遥远的梦想深埋，或许是每一个失意者该做的事情。楼上莫名其妙的滴下水滴，打开门，准备洗澡的母亲呆呆地看着前方，甚至都不记得已经打开了洗澡水。蒙克终于知道，总有一天母亲也会不认得自己，失去了姐姐之后，母亲也会停留在不远的远方。这是蒙克的一块心病，他突然觉得放弃梦想也许是对的，相比遥不可及的作家梦，陪伴自己的母亲更重要。他低落地给经纪人打去电话，告诉他身边发生的一切，也告诉他自己想要安静的生活，放空自己，不问名利。既然以前那么努力都没有成功，不如适时停下，陪伴母亲往后的日子。当然，他还想要跟经纪人借点钱给母亲看病。此时回来的女邻居意外地掉落了自己的西红柿，蒙克善意地上前帮忙。此时蒙克还不知道，意外洒落的西红柿和意外出现的眼前人会改变他的整个人生。蒙克受邀来到邻居家里做客，随便地聊起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It's just, I don't think anybody wants to buy what I write. That's not true. I didn't want to say anything, but I actually read one of your books. 然而，无论珍妮是不是真的读过自己的书，蒙克终于相信自己一定是有读者的，即便不多。而且他莫名的相信珍妮或许是喜欢着自己的。突然，珍妮的家里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或者他也不确定谁是不速之客。Nice to meet you.
it's a pleasure. Are you staying for dinner? No, I need to go check in on my mother. Good night. Good night, Monk. 黄昏下的阳光如此刺眼，蒙克在明亮的下午激动而生气地跟珍妮说了晚安。他走出门，走到海边，荒诞的世界，荒诞的人群。他终于相信，没有人会成为他心里的寄托。第二天的一早，他看到了匆忙而来的珍妮。珍妮激动地告诉蒙克，昨晚的那个人是自己的弟弟。I'd like to see you again. 蒙克第一次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Grab a drink. Yeah, I'd like that. 自己不再是那个不为人知的笑话，自己也正被人真正的在意着。至此，已经52岁的他决定重返写作赛道。焦虑1年，不如再开始一次。他决定重新开启一部新的小说，用自己的方式描绘自己的梦想。深夜，他打开电脑，写入、删除，再写入、再删除，努力了许久，却连题目都写不出。没有题目就空出题目，无法署名就写个网名。就这样，他坚持着写下去。他脑海中的小人在房间里进行着精彩的对局。他开始靠着自己一点点的灵感，努力地试着拼凑出一篇所谓的小说。没人想到，这篇东拼西凑的作品能够成为意料之外的惊喜。夏天过后，经纪人气愤地打来电话。Are you serious? You notice I didn't put my name on it. 经纪人控诉着他的不严谨、拼凑、烂梗，甚至是垃圾话。当然，蒙克也并没有署名。这一次，蒙克不再纠结词汇，不再纠结内容，他想写一篇纯粹的烂东西，只是为了告诉出版社们，所有的知名作家都是混子，他们的写作都是这些烂套路。谁也没想到，仅仅几天之后，蒙克来到经纪人的办公室。We sold your book. Holy shit. We want to preempt 750,000. 蒙克第一次觉得自己原来真的可以，自己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的这一天。And I'm not selling. Why not? Because it's trash, Arthur. You didn't even want to send it out the other day. 但是突然他就改变了主意。经纪人基本不需要劝说，当作家，这不就是你的梦想吗？无论你写的是什么，你的妈妈需要钱治病。事业小成的蒙克终于鼓起勇气带珍妮回家。蒙克的妈妈也意料之中的很喜欢珍妮。就这样，珍妮成为了蒙克生活中最重要的人之一。蒙克的生活也就此开始变得不平凡。在那个温热的下午，蒙克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是年度文学奖组委会的电话，邀请蒙克去当评委。当然，或许只是因为他黑色的皮肤，而不是他的作品有多高级。蒙克当然会去，主要原因不只是有工资，更重要的是可以真正的评论别人的作品，而不只是走个过场。好运似乎不会眷顾傻瓜，或者说不会总眷顾傻瓜。这一次，蒙克的好运终于来袭。Hello. Nice to finally meet you, my man. Listen, I love the book, and we are going to sell many, many copies. 出版社跟蒙克打电话，告诉蒙克他们要为他的新书做许多盛大的活动，甚至要排成电影。电话这头的蒙克得知自己拼凑的烂文字竟然要堂而皇之的成为大众情闻，不知道该喜还是该忧。I want to change the title. Okay. Well, okay. You know what? We are always happy to hear new ideas. What did you have in mind? Fuck. I'm sorry. Pardon me. Fuck. I want to call it fuck. 经纪人冷笑地按下了静音。蒙克这一粗鲁的举动激怒了他。经纪人不想让这到手的鸭子飞走了，蒙克确实不想让自己的烂东西传播开来，他只能用这种方式激怒出版社。Let's do it. What? 没有人想到，出版社最终也同意这个荒谬的想法。回到家里，在饭桌上，蒙克依然焦虑不安。他并不希望发克真的大火，可是风头正盛的匿名作者和他的发克正在被疯狂传播。在家里，他却发现珍妮竟然也会有一本发克。不仅如此，珍妮还觉得这本书写得非常好，而蒙克却始终觉得这是一部烂书。就这样，二人争吵开来。You should leave, Monk. 之后，还在气头上的蒙克收到了一份经纪人发来的快递，原来发克也被送去了文学奖评选。当文学奖评委们开会的时候，蒙克极力贬低发克这部作品，然而其他人却一边倒的喜欢这部真实不做作的生活文学作品。发克这部作品意外地成为了文学奖评委们公认的第一名。在颁奖典礼上， This year's literary award goes to Meg R. Lee.
Fuck. 所有人都站起来，以掌声迎接那位从未谋面的匿名礼案。蒙克坐在那里，只想闭上眼睛，然后他睁开眼睛，奔跑出会场，来到了珍妮的家里。正是残缺的执念赋予了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每个人都有着无限的可能。